我们今天来修一台展示柜，把背面转过来看一下。用户反映压缩机工作就是不制冷。打开后面板，通电试机，压缩机启动了，前表开合2下归零。现在已经归零了。由于我这个线圈的话是10圈的，老铁们看一下，6.5安，6.5安除以10的话就0.65安。我们进去你看一下参数，额定电流是2.0安，制冷剂是22600的。通过这个参数确定。明显是制冷剂泄漏，经过和用户沟通说加血种不包用，已经跟他讲了，用不了多久可能还会漏，他还是愿意加血种。由于他这个供应口是6厘的，就不用抽真空，直接装一个次阵阀。制冷剂的软管接好，他这种制冷剂加的话要倒加液进去，又有争议性的话题了啊！有的师傅说要这样加气有的师傅说要这样加，不过我就是这样加的。我们这个制冷剂已经到达了这个位排点空气。这一段的空气排掉了，现在有2个压，把这个孔打穿，它是一个针孔可以把这藤管打穿。5.4安，制冷剂是负压，我们现在开始加开阀，这个电流的话也上来了压缩机的声音的话也不一样了，也变大了。它的负载的话与它的电流制冷剂压力有直接的关系。标的电流是2安，现在的话达到了1.0安还不够。我们这个血种的话，少加慢加细加千万不能急躁，一急躁的话，你加多的话，到时候又麻烦要放掉。这个压缩机保护了，名牌上标的电流是2.0安，我刚才加到1.0安的时候，压缩机就跳了。你看这压缩机的话，只有这么大，大概是12.3公分吧。正常的话，人家的压缩机都有这么大的，它的只有这么小，不知道是咋回事。压缩机启动了现在有声音了。现在的话，血种已经加进去了。这散热网的话非常的烫已经烫到这里了。上面的一排一排下来的，上面是最烫的这里的话就没那么烫。慢慢的话，这里就温热基本上处于一个正常状态了因为它的压缩机的话只有这么大一点，非常的小。我们不管它大小了，人家原来能用，我们起码搞得让它能用那个不是我们讨论的事。按理说呢，这个压缩机起码有这么大，但是它这个呢只有这么小。至于是真货假货的话，我们这里说那个也没有用冰箱的话，这里面的话已经开始冰凉了从上面的话一圈一圈的凉下去，再观察一下，再运行一下，如果不够的话再加一点，多的话再放掉一点。最后的话封口，我们最后封口的话会用到这个玩意儿这种饭店一般都会用到这个液化气、焊枪、万能焊条、封口钳，这些东西缺一不可的。如果这些东西没带的话，那完了，这个活就干不了了，又要跑回去一趟。制冷剂的压力的话也加到了0.6，再运行的话，温度下来以后，它的制冷剂压力的话还会下降。这个小管的话已经结霜了，证明的话制冷剂加多了，我们放掉一点制冷剂。这个制冷剂的压力达到0.3帕，其实这个标准制冷剂的压力是负的0.05放了一点，现在这里没有结霜了，证明就 OK 了，准备封口了。这个冰箱的话已经修复成功了，我们做最后一个环节封口封口，用这个万能焊丝把刚才扎那个孔的话堵住，针阀拆掉。这样就不漏气了。这个钳子一夹的话就不漏气了。先拿这个泡沫水测一下看漏不漏气。正常来说的话要停机焊它就不会爆炸。这样焊的话很有可能会爆炸，因为的话，如果你这个封口钳没有把这个夹紧，你的火吸进去，它就会爆炸。但是它现在的话处于一个正压状态，不是负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地方刚刚被我扎了小孔，血种从这里灌进去的现在的话我要把它封起来。这个泡泡的话越鼓越大。现在开始焊接，拿纸巾把它擦干净。现在。这应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来的话，在家里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单向阀，但是来了现场的话，它这里的话，因为条件允许，我就没有用这个单向阀。用这单向阀的话，要把这一段割掉。割掉的话，这里占个喇叭口，插进去一焊，然后从这里抽真空操作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它下次的话再要加血种的话，它就加不了了，必须要有专业的人才搞得了。如果焊了这个嘴的话，他自己买血种就可以加。但是也有缺点，万一这个嘴的话有漏气的地方质量不好漏气，就会因为这个嘴的话导致出问题，
那么它这样搞的话就不会，和原装一模一样啊。现在的话温度也降下来了，我们测一下看漏不漏。今天的话又节了1块5毛钱啊，这个嘴的话是1块5毛钱啊，一点都不漏。这台冰箱的话就修复成功了啊。不过今天最遗憾的就是这个82年的这个压缩机啊，我们自己制作的，当着真空泵使用的话，今天拿过来竟然没有用。